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10年前，张璐很穷，初恋自称家里人反对，提出了分手。真正的原因是，高中学历的女友嫌弃他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，父母也没工作。10年后，张璐事业有成，资产多到几辈子都用不完。去 4S 店选购豪车时，居然遇到了当销售的初恋。这次张璐准备把之前他说过的话原封不动地还回去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张璐的初恋叫周巧，是在一次快餐店的兼职中认识的。还在读大3的他，很快就被这样一位长相甜美又有着社会经验的女人所吸引。某一天下班前，他趁着没什么客人，大着胆子对周巧表白。也许是因为张璐性格比较好吧，他同意了。经过几个月的相处，两人已经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。后来张璐才知道，周巧高中毕业后就出来工作了，快餐店已经是换的第5份工作。他现在无比渴望安稳富足的生活。第一次谈恋爱的张璐表示，没事，等我毕业后，保证给你安稳且富足的生活。听到这些幼稚的誓言，周巧还是很开心地依偎在了他的怀里。为了证明自己的决心，张璐把所有的收入都上交给了他。可某一天，也是在下班前，周巧趁没什么客人提出了分手。我父母不同意我们的事，还给我安排了相亲对象，所以我们还是分手吧。突然的分手让张璐无法接受，质问道：他们不同意，那你了？你舍得和我分手吗？周巧低着头说了一句：你现在还没毕业，等买得起房，要等多久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保证能在这个城市给你一个家。张璐反驳道：保证？好啊，你能保证今年就买房吗？周巧语气有些不耐烦：我今年多打几份工，再省着点用，早点把首付存起来。张璐的情绪有些激动，为了能早点买房，做好了每天只吃一顿饭的准备。就算存到了又怎样？周巧笑了：我们的父母没有工作，以后他们还要靠我们养，你能负担得起房贷和4位老人吗？我会努力的，请你相信我，好吗？张璐对未来很有信心。周巧冷笑一声：努力？就凭你那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学历，也就比我的高中学历好那么一点点而已，让我怎么相信你？说完，他便再也不肯说一句话，仿佛两人根本就不认识。当天晚上，有一个中年男人来接他下班。看着周巧很熟练地挽上男人的胳膊时，张璐明白了，所谓的父母不同意全是假的。归根结底是因为自己太穷。多年以后，张璐赶上了经济的风口，成立了一家直播电商公司，没过2年就跻身头部，旗下的带货主播、美女主播不计其数。靠着这些，30出头的他资产也积累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，想买多少套房子，想供养多少的老人都行。当然，他还没有成家的打算。有这么多钱了，还有那么多美女主播每天抛媚眼，谁还会想结婚了？张璐有一个爱好，买车。一来是真的喜欢，只要是看上的，都会整一辆进自家的车库里，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钱，还变相进行了一波理财。好车是会升值的。当然，他也喜欢改装自己的车，尤其是怀旧的那种，算是弥补一下年少贫困的自己。二来是为了去 4S 店寻找人才，公司里的很多带货主播都是从 4S 店里找来的，形象好，口才好，这种人才最适合带货了。当然了，张璐只找女主播，
男主播就不关他这个老板的事了。这天上午，初夏的阳光格外的刺眼。张璐开着一辆改装过的老款车出了门。这辆车买回来的时候只花了5万块不到，可翻新改装的费用却花了不下100万，再加上是亲手参与改装的缘故，张璐对他的喜爱胜过车库里的千万级别豪车。只是外行人一般看不出它的价值。当张璐把车开进一家从来没有光顾过的大型 4S 店后，一位穿着衬衣和半裙的女销售员踩着高跟鞋，手里拿着一把伞，小跑着迎了上来。你好啊！女销售热情地打着招呼，并把太阳伞举高。在看清她的脸后，张璐不由一愣。女销售也是微微张着嘴，想说什么，却迟迟发不出声音。好久不见，还是张璐先开了口。作为一个公司的老板，他很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就是心里有些不是滋味。没想到这么些年过去了，还能遇到这个当初甩了自己的女人。更为巧合的是，他还是这家 4S 店的销售。是啊，好久不见。周乔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。张璐不想磨蹭，对他道：带我进去看看吧。周乔也是专业的销售，不管来的是谁，脸上始终带着微笑，就算是心里厌恶，也不会轻易地表露出来。可他看到张璐用钥匙锁好一辆款式老旧的车后，还是不由自主地把太阳伞放低了一些，只挡住了他自己。张璐只觉得阳光更刺眼了，没说什么。既然缘分让他遇见初恋，那么他准备把周巧提分手时说的那些话原封不动地还回去，这样青春再无遗憾。在周巧的带领下，张璐把店里的所有车都看了一遍。100万以下的入门款他看不上眼，200来万的也不满意。唯独店里的另一位女销售让张璐觉得还不错，口才一流，相貌虽然不如周巧，但开了美颜后也能算是美女。过了一会儿，张璐看向店里的一张海报，上面是一款限量款的跑车。这款有吗？张璐问道。这是限量款，我们店里没有。如果你想要，交付定金后，我们会给你调度。周乔保持着职业性的笑容。定金多少？张璐问道。海报上的车售价285万，是他喜欢的类型，如果能买下，也不枉此行。你真要买啊？周巧疑惑地问道。是啊，张璐也有些不耐烦了。定金50万，如果你要买，现在就可以签合同，但先说好，一般情况下，定金是不能退的。周乔很是怀疑，张璐真能买得起200多万的车？行，张璐回答得很干脆。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，却发现手机和钱包还在车上。我去车里拿点东西。张璐平静地说道。需要我陪你吗？周乔嘴上说着陪同，心里却在想着，切，刚才看你这样子，还以为真买得起，原来是早就想好了溜走的借口啊！就在这时，一个穿着随意的男人在4S店2楼看到了张璐，亲切地打了个招呼。这不是张总吗？男人风风火火地从2楼下来，来到了张璐身前，并双手递出了自己许久不曾使用过的纸质名片。张璐随手接过名牌，发现男人是这家店的老板田强。出于礼节，张璐也拿出了自己的名片。他这一张名片是找著名设计师设计的，看起来就比田强的名片有格调。田强客客气气地用双手接过名牌，小心翼翼地放好后，笑着说道：张总这是看上哪款车了？就它。张璐指了指海报上的那款。这款啊，田强想着，问向周巧，这款车是不是需要从其他地方调度？是的，强哥。周巧点头，他没有想到
自己的老板居然认识张璐，还双手接名片。可他不是开着一款看起来就很老旧的车吗？是故意的。得到周巧的答复，田强保持着笑容：张总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您既然决定要这辆车，那定金我给您免了，这样也少些流程。别，该多少就多少，按规矩来。张璐不喜欢随便欠人情，50万而已，完全没必要。也行，就按张总说的来，人情没卖出去。田强有些尴尬地笑了笑，但他也不气恼。要是这么容易就能卖大佬一个人情，那大佬的人情就不值钱了。张璐决定付定金后，就去车上找手机和钱包。见他走后，周巧疑惑地问道：强哥，你认识张璐？也不算认识，上次见到张总是在一次有钱人的酒会，他开着千万级别豪车前来，身边围着一群美女，让我羡慕了很久。田强感慨道。听到老板的话，周巧有些愣神，没想到张璐被自己甩了以后，竟然变成了有钱人，还开千万级别的豪车。一时间，周巧心中酸涩无比。为什么自己当初不再等一等？要是没和张璐分手，现在的她已经是富太太，还能拥有一个真心爱自己的老公。那张璐她这么有钱，怎么开那么便宜的车？周巧问道。那车是改装过的，听说光改装的费用就超过了100万。田强也是道听途说，原来他不是在装穷。周巧呢喃道。田强发现了不对劲，小夏，你一口一个张璐，叫得这么顺口，你们以前认识？他是我前男友。说这话的时候，周巧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板。前男友？田强有些惊讶。那你知道你前男友是做什么的吗？周巧摇摇头。见状，田强把张璐之前给的名片拿了出来。当周巧把名片看清楚后，手都不知道该哪里了，竟然是陆巧文化。作为一个平日里喜欢看直播的女人，周巧自然是知道陆巧文化这家公司的。这公司旗下的主播太有名了，想不知道都难。陆是张璐的陆，那这个巧指的是我吗？周巧似乎发现了什么重要的线索，眼睛瞪得老大。难道说张璐她还对我念念不忘？田强也觉得有这种可能，他激动地说道：小夏，不，夏姐，你要不要试着把张总追回来？听到老板的话，周巧的心里升起了一股莫大的勇气。既然张璐对他还念念不忘，那他现在要是主动追求，成功的几率很大。田强见周巧充满信心的表情，也不再继续当电灯泡，躲进了办公室里。张璐接了个电话，公司里的秘书说面试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女主播。他看到新主播的照片时笑了，今天可真是赶巧了，新主播竟然是以前在快餐店打工时的一位同事夏思巧。夏思巧快餐店老板的女儿，10年前还是个爱哭鼻子的小女孩，寒暑假或是周末的时候会在店里帮忙。当时她和周巧的关系特别好，无话不谈的那种。没想到啊，多年后的今天还能遇到2位熟人。张璐和助理交代了2句，让新主播等着自己，下午见个面。在他的脑海中，对于弥补自己的青春有了一个计划。当他拿好东西回到店里时，却发现田强已经不在了，而周巧正拿着手机和一个男人说话。男人在自己手机上确认了一下后，笑得很灿烂，看样子是在转钱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，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关系了。周巧说得很是决绝。知道了，啰嗦。男人很是满意的笑着，看到钱到位后转身就走，一点也没有犹豫。张璐不动声色地看着这一幕，能猜到大概是个什么情况。
青春的遗憾似乎补全了一点点。他抑制住想要上扬的嘴角，走了过去，说道：“我的东西拿好了，抓紧签合同吧。”“好的，请跟我来这边。”周巧说道。当把所有事都办好后，已经是中午。周巧终于按耐不住心里的想法，提议道：“要不我请你到我家吃个饭吧，就当感谢你来找我买车。”张璐自然是明白周巧想做什么，请吃饭不去饭店，去家里，铁定是图谋不轨。“好啊。”张璐答应道。“那你等我一下，我去请个假。”周巧有些意外，没想到事情这么简单，于是周巧小跑着到了田老板的办公室，说要约会，想请个假。田老板一听到自己的员工要去和张璐这样的富豪约会，当即就同意了。本来周巧想请半天，结果田老板反倒是不乐意了，2天，必须2天，不够继续请就行。周巧兴高采烈地表达了感谢后，带着张璐前往自己的住处。刚进门，周巧把路上买好的菜一扔，直接抱住了张璐，嘴里喃喃道：“张璐，和你分手的这些年，我十分的后悔，每一次梦到你，枕头都会被泪水打湿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最爱的人是你。这一次相遇，我能感受到你的心里还有我。张璐，你能原谅当初不懂事的我，重新和我在一起吗？”周巧一连串的话让张璐听得有些迷糊，自己是想过要假装心里还有对方，可他什么都没说。周巧居然自己就给了自己希望。“张璐，你的那家公司是用我和你的名字命名的，对吗？”周巧的又问道。“你终究还是发现了。”张璐顺着对方的话说道。其实公司的名字里的巧是另一个女孩的名字，但张璐不说，要的就是误会。他要让周巧以为自己心里还有她，要给周巧一个能与自己复合的希望，这样自己才能让她感觉到绝望。可抱着周巧，张璐心里一直都很不舒服，很是嫌弃。于是他说自己要去做饭，从而离开了周巧的双手，进入了厨房。周巧则是很自然地躺到了沙发上，就好像回到了很多年以前，两人还没分手的时候一样。人们都说初恋是最难忘的，对张璐也是如此。周巧慵懒地躺在沙发上，幻想着以后富太太的生活。没过多久，饭菜就做好了，张璐很放心地吃着，不用担心菜里被别人放什么东西。周巧也吃得很开心，张璐现在比以前有趣多了，简单几句就把她逗得合不拢嘴。沉浸在幸福里的周巧甚至还准备把碗交给张璐洗，毕竟以前的碗全是她洗的。这时张璐的手机铃声响起，她接完电话后也吃得差不多了，于是她起身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公司有事，我先回去一下，需要我陪你吗？”周巧起身问道。这次她没有多想，像张璐这样的富豪，公司有事找很正常。不用，一会儿看我朋友圈，我要给你个惊喜。张璐说完就走了，周巧则是笑着送走了对方，还很高兴地把碗洗了。下午的时候，张璐坐在办公室里，门突然被敲响。进来吧，张璐懒洋洋说道。得到答复后，成熟有韵味的秘书带着一个女孩走进了办公室。女孩穿着一件收腰的淡黄色连衣裙，白皙纤细的小腿上搭配着一双黑色小高跟，显得皮肤比雪还要白。她扎着个可爱的丸子头，浓密的眉毛下是一双灵动的双眸，两缕青丝垂在她的侧脸，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一颗无瑕的美玉。张璐一眼就认出了女孩，虽然与10年前相比，身材发生了很大变化，脸蛋却没变，这让见过太多浓妆艳抹的她看得有些呆了。老板，这就是新来的主播，
夏思巧。女秘书介绍道：“不用介绍了，老熟人。”张璐对女孩露出了一个真诚的笑容。你是张璐哥哥。夏思巧早上听说大老板要亲自见自己时，有些紧张，生怕大老板是个糟老头子，还怕自己会被潜规则。如果是那样，就算是被雪藏，也不会让对方得逞。没想到的是，公司的大老板竟然是自己的老朋友。是我，好久不见了，思巧妹妹。张璐指了指椅子，让对方坐着说。夏思巧很乖巧地坐了下来，心中有许多话想说，碍于有外人在，只得抿了抿她那粉润的红唇。女秘书见两人认识，有些庆幸没有在女孩面前留下什么坏印象。她很识趣地离开，还反复检查了一下门有没有关好。当秘书离开后，夏思巧一下就窜到了张璐的身前，像是小时候那样拉着他的胳膊，问道：“张璐哥哥，你真是陆巧文化的大老板吗？”“真的啊。”张璐笑了笑。“怎么，你还不信？”“没有，没有。”夏思巧也笑了起来。“我就是有些太惊讶，太激动了。说起来，我能有今天的成就，还是因为你。”张璐认真地说道。“因为我。”夏思巧地伸出一根手指，指了指自己。“对啊，要不是你当初借我的那1000块钱，我早就放弃了。”张璐开始向夏思巧讲述起自己的创业故事，讲述着自己是怎么一步一步爬到今天这个高度的。小姑娘听得一愣一愣的，眼里满是崇拜。当张璐讲到陆巧文化里面的2个字，陆是取自张璐自己，另一个巧就是取自夏思巧时，小姑娘都惊呆了。这么说，陆巧文化也有我的一份。你是老板，我是老板娘。夏思巧说完便发现自己的话容易让人误会，小脸立马红了起来。为了转移话题，她说道：“我还以为那个巧是取自周巧姐姐了，怎么可能？”张璐自然地伸出手在对方的脸上捏了一下，就像10年前一样。这一亲昵的举动让2个人都愣住了。夏思巧本就红彤彤的小脸上颜色更深，像熟透了的苹果，低着头不说话。张璐则是有些不好意思，对方不是小孩子了，不能像以前那样乱捏他的脸了。但指尖的触感让他有些意犹未尽。自从和周巧分手后，他便水泥封心，心中无女人。身边的女人虽然换了一批又一批，可心从未动过。夏思巧的到来似乎打开了他心中的那扇门。过了一会儿，张璐才转移话题道：“对了，你知道周巧这些过得怎么样吗？”“她过得挺可怜的。”夏思巧有些悲伤。“可怜？周巧姐她没事，你说吧，好歹我也是她的前男友，想关心一下。她在和你分手后，被相亲对象给骗了，家底都空了。后来她的父母得了重病，这样啊，是挺可怜的，搞得我都想借钱给她了。”张璐脸上带着伤心，心里却不是。真不错，青春的遗憾又补齐了一点。听到借钱2个字，夏思巧继续说道：“我已经借了好几次钱给他了，只是没帮到什么忙。他的父母最后还是没撑过去。”“那他还钱没有？”张璐问道。夏思巧支支吾吾的没有回答，但张璐已经猜到了。没想到啊，周巧不仅过得惨，还特么欠钱不还，有钱给其他男人用，没钱还朋友是吧？正应了那句老话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没再聊周巧，张璐带着夏思巧出门兜风。小姑娘虽然很开心，但还是有些奇怪，难道自己不用上班了吗？张璐摇摇头，这叫外出培训。另外，她还发了一个朋友圈，配图是一个爱情电影的海报。好久不见，我的巧，这次再也不会放开你的手。
所有好友看到这条朋友圈后都点赞恭喜，张璐则是统一回复道：好几年没发朋友圈了，希望大家不要介意。这些周巧都看到了，好几年没发过朋友圈的富豪居然为了他发朋友圈了。他拿着手机，脸上挤满了笑容。接下来的2天，张璐和夏思乔两人一直腻在一起，本来就有感情基础，再加上夏思乔没有谈过恋爱，情场老手张璐很快就俘获了女孩的芳心。周乔也时常发来消息，什么早安、晚安、在干嘛一类的，还问他要不要一起吃个夜宵。对于这些舔狗一样的消息，张璐简单回复了几个字，尽显总裁魅力，竟然把30多岁的周巧调成了恋爱脑。而且张璐还画了张饼，说是过了这2天一定好好的陪他一下。于是2天后，新车到位，4S 老板田强在给张璐打完电话后，开始布置起来。对于这一单生意，他是相当的重视，反正平时也没太多生意，今天上午就不营业了，还把几个保安也叫到了一起。一来是增加人，气氛更热闹点；二来是万一有人来闹事，也能及时制止。为了拍周巧的马屁，他早就把横幅给拉好了。只见一张红色的横幅在被挂到了最醒目的位置，上面写着：祝贺周巧女士获得年度销冠，蛋糕、香槟也准备齐全，就等张璐提车时给周巧庆祝一下，把最后的马屁给拍好。当事人周巧则是拿着镜子化着精致的妆，对于今天她也有所准备，在新车的后备箱里布置好了鲜花和气球，甚至还买条了精心挑选的领带。今天她穿的是一件很有心机的上衣，她决定在这里向张璐表白，重新拿回本该属于她的财富。一旁的女销售们都是羡慕地看着，从周巧的嘴里，他们已经知道了总裁发朋友圈示爱的事。一个有钱人居然做这种舔狗才会做的事，好浪漫啊！其中一个叫小雅女销售，她就是张璐觉得还不错的那个。小雅的心里有些酸酸的，本来今年的销冠应该是她，可老板为了拍马屁，硬是把周巧抬了上去。但小雅还是衷心地说道：恭喜啊，巧姐，以后当了少奶奶，别忘了我们这些姐妹。看着小雅客客气气的样子，周巧有些得意。她特别不服小雅，原因就是小雅的销售能力太强了，凭什么小雅只需要动动嘴皮子就能卖车，而自己想要抓住一个客户要牺牲很多。周巧没搭理小雅，转头对其他销售说道：以后我需要买车就联系你们，到时候大家都是销冠。然后周巧又瞥了一眼小雅，对她说道：小雅，你的能力这么强，应该就不用我帮你了吧？小雅的脸色有些不好看，但她又不敢得罪这个即将成为富太太的女人，只能陪笑道：乔姐说的是，你能帮他们，我也是很高兴的。几人闲聊时，张璐那辆老款车停到了外面，周巧顾不得穿上高跟鞋，赤脚跑向门外，脚上被金属门框给划了一下，但她丝毫不觉得疼，反而很是激动，因为她看见从车上下来的张璐穿着一身特别帅的西装，发型也是精心设计过的，像是从童话故事里走出的王子。张璐，你终于来！周巧话还没说完，便看见张璐走到了副驾驶的位置，很绅士地打开了门，里面走下来一个戴着墨镜和帽子的女孩。尽管容貌被遮住，但也能看出女孩很美很年轻，比30多岁的她迷人太多。女孩下车后很熟练地挽住了张璐的胳膊，脸上满是甜甜的笑容。
这一男一女站在一起，看起来般配至极。见到这一幕，周巧把想说的话给咽了回去，有些恍惚，但脚上的疼痛感立马让她清醒。低头一看，小拇指已经被渗出了很多血，这让她立马坐到了地上，抱住了脚。好在伤口已经结痂，她不是恢复能力强的小姑娘了，受了伤后便会留下伤疤，脚上的皮肤再也回不到曾经的模样。夏思巧着急地跑了过去，取下墨镜，关切地问道：“周巧姐，你没事吧？”周巧看着近在咫尺的女孩，竟是认识。你是思巧？是我呀。夏思巧点点头，看着对方脚上的伤口没再流血后才放心，并拿出湿巾把血渍擦了擦，一点也没有嫌弃，也没有因为周巧欠钱不还而心生隔阂。你没事吧？张璐也适时地走来，他道：“我昨天回去后面试新员工，没想到居然是思巧。”他的一番话被周巧当成了解释，连忙起身道：“没事，小伤而已。”同时，周巧心中也松了一口气。10年前，夏思巧就成天拉着张璐的胳膊，两人应该是兄妹情。在夏思巧的搀扶下，周巧笑着起了身。田强田老板一直看着新出现的女孩以及摔倒的周巧，没敢做什么，生怕卷入有钱人的情感纠葛之中。发现周巧也认识女孩后，他松了口气，看来自己的马屁不会白拍。当张璐走到交付新车的地点时，简单的检查了一下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那现在就签合同吧。那好，我这就把合同拿出来。田强的脸上堆满了笑容。正当田老板要离开时，张璐叫住了他。对了，我想找那个人来进行这次交易。张璐指了指第一次来想要挖走的那个女销售小雅。这一下，田老板愣住了，周巧也愣住了，小雅也愣住了。突然被张璐指着，他有些紧张。快去吧，张璐催促道。见张璐执意要他来，小雅立刻行动起来，心里生出了一丝喜悦。为什么？周巧突然问道。张璐摊了摊手，主要是我父母不同意，觉得换个销售好点，他们不同意。你这么大的人了，买车找销售还要父母同意？周巧的声音突然变大，但张璐没有回答他，只是安静地签合同、付钱，把周巧当成一个陌生人。周巧想要上前，却被保安给拦住。见状，夏思巧想要说些什么，却被张璐给制止，并和他说：“我会给你一个解释的，但是你现在不要帮周巧。”夏思巧乖巧地点点头，很是听话。当张璐打开后备箱时，却发现里面布置好了气球、鲜花，还有一条包装精致的领带。看到这些，张璐瞥了眼周巧，多半是这女人买，不过自己车里的东西那就是自己的。张璐顺势拿起一捧花，走到了夏思巧的面前，单膝跪地：“思巧，嫁给我吧！”这突如其来的求婚打了在场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。最惊讶的当属于夏思巧和周巧了，还是田老板会来事，带头喊道：“答应他，答应他，答应他！”一时间，4S店里所有的员工都跟着喊了起来，气氛一下就被烘托了起来。“我不同意！”周巧的声音很不和谐地出现，这让张璐脸色沉了下来。田老板见状，立即让保安把周巧赶了出去。这女人被2名保安架着，还一个劲地叫嚷着：“张璐、夏思巧，你们2个王八蛋！”可惜的是，她的声音立马被员工们的在一起给淹没。张璐见夏思巧愣在原地，知道是被周巧影响了，于是他又站了起来，再一次单膝跪地：“思巧，嫁给我吧！”这次
夏思巧还是没回答，无奈张璐只能上前把她抱住，小声地说道：“你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”田老板带头尖叫起来，声音很大，但张璐还是听到了夏思巧用弱弱的声音回答道：“我愿意。”这个声音很小，连张璐也是凑得很近才能听清，而店外的周巧隔着老远，只是看到夏思巧的嘴巴动了动，便知道了他说的是什么，脑海中还不断回荡着那3个字：“我愿意。”如果不是当年他嫌弃张璐，现在说出这3个字的就是他了。紧接着，田老板把早就准备好的香槟和蛋糕拿了出来，就像是特意为张璐求婚而准备的。这时，一个男人走到了周巧的身边，保安一看是熟人，只要男人不进入到店里，也不会阻止。男人看到了那张红色的销冠横幅，打趣道：“不错啊，周巧，都已经是年度销冠了，你来做什么？快滚！”周巧本就憋了一肚子的委屈，见到自己的这个前男友，根本就不想搭理。1万，再给1万，我保证这辈子都不会再来找你。作为销冠，应该不差这点钱吧？男人笑着说道：“滚啊！”周巧不知哪来的力气，一把将男人推倒在了地上。他根本就不是销冠，提成是一点也没拿到，为了买领带还借了钱，哪里来的1万？就算是有，也不可能会给。男人每次都保证是最后一次。周巧前前后后给他转了好几万了，可过不了多久又会来要钱。男人也是急了，他认定周巧有钱，却不想给，起身一个大嘴巴子抽到了周巧的脸上。还好保安把男人给拦了下来。就在几人动手的时候，张璐拉着夏思巧的手上了那辆老款车，头也不回地开车走了。一条精美的领带从车窗扔了出来，好巧不巧，正好落到周巧的脚边。小雅也启动了新车，只见她摇下车窗，对周巧笑道：“为了证明自己的决心，张璐把所有的收入都上交给了他。”金章说完，小雅跟上了张璐，只留下一脸错愕的周巧。她无力地蹲坐到了地上，脚上的那原本已经止住血的伤痕再一次渗出血来。几个月以后，张璐和夏思巧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，他给周巧也发了请帖，但田老板却说周巧早就辞职了。对此，张璐有些惋惜，总感觉青春的遗憾还差一点点就能补全。婚礼上，当他拿着酒杯敬酒时，在酒店的大门处看到一个很像周巧的女人，只不过这个女人满头的白发，体态有些佝偻。在张璐看向她时，迅速地转身离开。张璐毫不在意，继续和宾客们碰着杯。今天这个大喜日子，他格外的开心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